说起服装产业，大家肯定都会想到模特穿上展现出光鲜亮丽的一面。我们也可以通过好看的衣服来提升自己的气质和形象，但在这繁荣的景象背后，离不开一些国家的加工车间。虽然资本家一直对外宣称坚决抵制血汗工厂，但频频爆出的服装业事故无疑在啪啪打脸。2013年4月24日，孟加拉国的一栋8层楼的厂房轰然倒塌，在短短的几秒内就有3000多人惨遭活埋，损失惨重。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原来这场灾难来临之前是有征兆的，可偏偏无人在意工人的安全问题。2013年4月24日早上，3000名工人陆续走进拉纳广场，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。这是一栋位于孟加拉国达卡市萨瓦乡区的8层楼建筑，里面共有5家工厂，楼底下还有银行和商铺。和平日里不同的是，这一天许多工人到了上班点都还聚集在大楼外，叽叽喳喳吵个不停。原来就在前一天，也就是4月23日，拉纳广场这栋楼被爆出墙体出现了大量的裂缝，当时整栋楼的人都被疏散了，记者对此还进行了跟踪报道，搞得人心惶惶。可是当天晚些时候，这栋大楼的所有者索赫尔拉纳公开表示，裂缝只是表面的油漆开裂了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拉纳广场非常的安全，第二天就可以正常开工。但所有人都将信将疑，以至于第二天工人们都不愿意走进大楼。然而工厂管理人员的态度非常强硬，他们坚称情况并不严重，而且即便出了问题，大家也会共同面对。眼看着交涉失败，管理人员开始威胁工人们，若是谁不进去上班，那就别想拿到当月工资。迫于压力，有些工人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拉纳广场，而殊不知这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在上午大约9点左右，由于停电，楼顶的重型柴油发电机被启动，工人们只工作了一小会儿，就听到了楼顶爆发出了一阵响声，所有人都感觉到脚下的地板开始变得松软，一瞬间，所有的人都乱套了。工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出口，试图逃跑，可不到1分钟，周围的墙壁就开始倒塌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。一瞬间，他们就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被彻底埋在了废墟之中。从开始到结束，仅仅只用了3分钟的时间，整个拉纳广场几乎全军覆没，只剩下基础较好的最底层。而且在事故发生前，为了工厂能够容纳更多的制衣机器，大楼内部早就被规划的拥挤不堪，所以除了最底层，上面的工人几乎是插翅难逃。从外面来看，拉纳广场就像是单独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地震，现场漫天都是尘霾。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，联合国搜救协调小组评估了孟加拉国对于此次大型事故的救援能力，结论是他们并不具备，于是决定向孟加拉国提供援助。可谁知孟加拉国政府竟然拒绝了，理由是当地的救援应急服务设备齐全，他们完全能够应付得了。可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如此大规模的灾难现场，除了消防人员、警察和军事人员之外，还有一支由赤手空拳的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伍。没啥装备就不说了，许多人连安全防护服都没有，脚上还穿着凉鞋，就踏进了废墟之中进行救援，非常的不专业。再加上担心2次坍塌，救援工作中并未使用大型器械，所以在事发当天只救出了87人。而离谱的是，在此过程中，无论情况多么的棘手，孟加拉国政府始终碍于面子，不肯接受联合国的救援，理由是要保护受害者的民族自豪感。与此同时，幸存者们正顶着高温天气苦苦等待救援，一部分人不得不喝尿维持生命。对此，心急如焚的家属也实在是无法理解，而且到最后，政府有意提前结束救援工作，反而更加伤害了受害者们的内心。救援工作持续到了5月13日，随着最后一名女性从废墟当中被救出，搜寻死者的工作宣告结束。据统计，大约有2500人被救出，死亡人数高达了1134人，其中超过50%的受害者是女性，还有一部分是大楼内托儿所里的孩子。事故发生之后，此次事故被视为现代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意外结构故障，也是孟加拉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工业事故。可恨的是，大楼拥有者索赫知道自己难逃一劫，事发后的第一时间逃往边境，准备躲到印度。警方追捕了4天才将其抓获。众所周知，作为世界第2大服装出口国，孟加拉国拥有数千家服装厂，工人数量至少有400多万，其中 60.5% 是女性。而根据2021年至2022年的数据，孟加拉国服装行业的产值高达426亿美元，约占该国总出口收入的 82%。蓬勃发展的服装产业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，但由于劳动力众多，薪水被严重压榨，服装工厂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更糟糕的是，现在连工人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了。要知道，拉纳广场在最初建设时期只被批准建4层，而且是用于商业用途的。但服装业发展的太过迅速，索赫尔瞄准了商机，赶紧打点了各种关系，直接把这栋楼改成了工业用途，在原有的4层楼基础上继续加盖，最后盖到了8层大楼。当然，这时候的索赫尔就已经展现出了资本家丑恶的嘴脸，因为在加盖过程中，
用到的所有建筑材料都是不合格的，建筑工人没出什么意外已经是万幸。很快，一台台制衣机器被搬进了拉纳广场。索赫尔开始大搞服装业，主要生产沃尔玛、Gap、阿迪达斯等数十家品牌。尝到甜头之后，雄心勃勃的他又开始规划第9层楼，但他从未考虑过这栋大楼是否能够承受这一切。事故调查结果显示，拉纳广场倒塌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：首先，它建于2006年，地基原先是个池塘，严重缺乏结构完整性；其次，索赫尔通过关系，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违规加盖建筑楼，并且全部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。最后是放在楼顶的柴油发电机，由于这栋楼本身是为了商店而设计的，建筑结构不够坚固，根本就无法承受工厂机械带来的重量和震动。一直以来，索赫尔始终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，而随着日积月累的摧残，墙体出现裂缝已经是一种征兆。最终在事发前，当发电机再次被启动，便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拉纳广场的倒塌让全世界人民都注意到，自己身上穿的许多衣服都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即便灾难已经过去了10年之久，仍有将近一半的幸存者生活在痛苦之中。灾难给他们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，比如呼吸困难、视力障碍，无法正常站立或行走。而且根据数据显示，截止到事故发生后的第10年，有超过54.5%的幸存者仍然属于失业状态。很多女性宁愿去做保姆，也不愿意再回到工厂，因为当年的灾难成为了她们永远不敢面对的心理创伤。穆舒米·贝古姆是幸存者之一，事发时他只有14岁。回想起当时的场景，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永远被埋在这厚重的瓦砾之下。好在3个小时后他就被救出来了。可自从那以后，只要他一靠近高楼就会焦虑不安，同时还伴随着呼吸困难、说话停顿的症状，进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名叫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的疾病。由于健康状况不佳，穆舒米和其他幸存者一样非常依赖药物治疗，他不敢再踏进任何工厂，想要恢复正常生活实属不易。后来有慈善机构为了帮助他们，经营了一家工人咖啡馆，用所得的利润为幸存者们购买了新的缝纫机，试图激励他们重返岗位。可很多人都跟穆舒米一样，没有勇气再待在建筑楼里工作了。还有那些失去顶梁柱的家庭，灾难过后，家属们的生活一落千丈。虽然他们都得到了土地作为赔偿，但问题是，大多数人都没有经济能力在上面盖房子了，所以只能住在用竹子和金属废料建成的小屋里，生活苦不堪言。此次拉纳广场倒塌事故还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工人安全、工作场所条件和劳工权益的强烈抗议，并在国际媒体上广泛报道，可以说是孟加拉国服装行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孟加拉国拥有5000多家服装厂，为全球大多数顶级品牌生产服装。可这些公司为了降低产品价格，一再降低生产成本，还尽可能的缩短生产期限，拼命压榨制衣工人。虽然工人们多次要求涨薪，甚至走上街头抗议，可惜效果甚微。更何况现在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事故，比起金钱，提升工作环境的安全性更是重中之重。究竟孟加拉国的制衣工人何时才能等到真正的变革呢？然而舆论当中还有这样一种声音，那就是许多业内人士担心，一些服装品牌会不会把业务全部都撤出孟加拉国，到那时政府势必要面临经济风险，而且整个国家400多万的服装工人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在事故发生后没多久，孟加拉国政府便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，要求所有的服装厂必须要通过政府批准。国际劳工组织还制定了相关安全协议，督促品牌、工厂和工会之间的相互约束，以此提高孟加拉国服装行业的安全标准。后来有200多个品牌签署了这项协议，还承诺会检查工厂的消防、电气和建筑安全问题。另外，该协会还引入了安全委员会，只要工人们愿意，可以匿名投诉工厂所存在的任何问题。然而，截止到2018年，孟加拉国服装厂又发生了35起大大小小的事故，导致了27人死亡。仔细想来，如果没有这些协议约束，恐怕死伤的人数还不止这些。要知道，自从协议生效后，安全标准较差的工厂是很难签下订单合同的。如果不想工厂倒闭，就必须要妥善修缮。另一边，假如工人投诉了安全隐患后遭到了恶意报复或解雇，这个时候工会便会介入，督促工厂重新雇佣该名工人。虽然很难统计出具体人数，但该协议绝对拯救了不少条人命。令人气愤的是，虽然包括索赫尔在内的18人因涉及拉纳广场违规建筑遭到指控，但离判刑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。一场灾难把时尚产业和道德推到了聚光灯下，这次事故也惹怒了全球消费者，开始指责各大品牌缺乏责任感。只可惜，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现象，富人们正在压迫穷人，血汗工厂正在想方设法的压榨工人，而这样的现象恐怕不仅仅出现在孟加拉国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对这起事故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
其实我们作为新一代的打工人，同样没有办法抗衡上头，但是总得想办法对自己好一点吧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天天捣鼓乱七八糟的素材，有时候两只眼睛一闭，也就是眼前一黑，梦里也是时不时的有花活，经常睡不着睡不醒，都快要崩溃了。好在后面换上了神器小鹿的双面承托护颈枕，睡眠质量大大的提高了，我这才有精力不断的更新。之前推荐就有很多人都夸它性价比高，升级不加价188就能到手，比同类300-400的要划算很多。关键用的是冰丝枕套，凉快透气，不仅夏天睡得特别舒服，其他时间也不赖。它比起普通的枕头更宽大平滑，区分也足够科学，平躺脑袋稳稳当当，侧躺玩手机也不会压肩膀，翻身还特别的轻松，不像一些枕头高差过大，打个滚都费劲。两边都做了延长枕舌，一般我都睡平滑面，要是爆肝视频实在疲倦，就会换到按摩凸点这边，边睡边无感按压穴位，白天的劳损一觉就给补回来。